咱们呢都有好消息，这必须得再干一杯。哎，别自己喝，怎么回事？等会儿，你们俩先别喝。你们两个干之前我得说个事儿。你们俩设计的什么好戏？演着呢，搞个什么影子 CEO？ 说实话，是不是他？啊，是不是你怂，你不敢上？不是，什么叫我怂啊？那我还真就是怂。关键时刻，该怂得怂，对吧？而且我这叫有勇有谋，多不容易啊！佳云在前面顶着 ，CEO 扛着大旗，所有的目光都被他吸引走了。我在背后暗搓搓的假装一个纨绔子弟，其实我是暗度陈仓的一把好手。啊！鼓掌！哎，看见没？又开始往自己脸上贴金了。看，脖子疼不疼？头重不重？哎，什么叫往自己脸上贴金呢？这不都是为你吗？啊，是你顶不住压力，抛弃了我们，现在又回 QE 当售货员。哎呀，你管我，我自己喜欢。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就是喜欢。行了啊，你们俩，哎，这都什么情况了？俩人都在一起了，不告诉我，钱西西，我站这么多年真人 CP， 你们俩暗搓搓的在一起，不告诉我，那还不如怪你大嘴巴。怎么什么事都能怪到我这儿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自己猜出来的。咱俩都什么关系了？你连这都不告诉我。哎呦，大爷，你知道的，当时那种情况，那我怎么说呀？我是不是第一个知道的？当然，给我们保密啊！你是第一个知道，也是唯一的。那当然啦。呀，断然呀，断然！现在你进了我们钱家的大门，就要守我们姐妹规矩。不是你们姐妹们是什么规矩？不会是要逼良为娼吧？害怕吗？害怕，特别害怕，特别害怕。没事，别怕，我保护你啊！行了，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了啊！放开我的头发。哎，这发型做的不错，还可以啊。来吧，谢谢佳云啊！谢谢大总，谢谢，来，来，三位老总，谢谢大总，我们干一杯。好，谢谢，为我们要来的好生活，喝了吧。一束阳光在烈焰灿烂。这还是我们店吗？今天怎么来这么早啊？店长，哎，没有，我就提早过来把店里收拾一下。不止提早来了，简直把店里上上下下都收拾了一遍。小姐姐，你是有强迫症吗？我就是觉得这样重新收拾一下，更利于顾客来咱们店里面挑到自己需要的东西。因为每一个人呢，其实进到店里面都有自己的心理诉求，就这样一目了然。我就说嘛，我的眼光啊，没错。各位，今天这个会上呢，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，在于是、苏苏，还有没到场的西西和段总，我们共同的努力下，瑞呢终于从胡子事件的泥沼中脱身了。工商部门对我们公司的停业整顿结束了。佳宇，张总，
总，你刚刚说的那些都是我们应该做的。那西西呢？既然如此的话，西西是不是可以回来了？西西暂时还不能回来，因为现在工商部门只是对我们公司的禁令取消了，但是董事会对公司内部相关责任人的问责处罚并没有结束，我们再等一等吧。大家别这么沮丧嘛，我还有第二个好消息。我向集团提出的员工持股计划，集团已经通过了。持股啊？什么是员工持股？什么意思啊？怎么持啊？哎呀，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普通的员工也能持公司的股票，便宜。也就是说，以后呢，我们大家都是瑞的主人，瑞的股东，瑞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大家的一份。这么厉害！瑞赚的钱分给我们。那我们这个股份怎么买呢？多少钱呢？还好我读完，我在瑞辛辛苦苦的，真的是赚钱大天价，在外面可能卖1块钱，那你就翻10倍啊！对，发行价多少钱？这个怎么买？以很少的价格就可以让员工们一起购买到原始的股份。哇！接下来呀，就是咱们公司最重要的一次销售活动，双11要来了。我希望大家一起努力拼搏一把，争取能冲进那场，好吗？对，好。双11这个可好干。哎呦，我那儿设计了好多衣服，这2箱子。哎，我到时候给你们俩上个券，我早就已经想好了。我跟你说，会给你们打的。就是公司会发给你一些。各位，还有最后一件事，这个是你们当初给我的解约合同，我一直有好好的收着。我真的不希望任何一个人的离开，但是，如果你执意要走，我也不会不同意的。别走了。哎呀，不走不走不走，瑞就是我们的家，离了家我们还能去哪？你们说对不对？反正我不走啊，我不走谁也别想走啊！走不走？我告诉你们，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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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有钱这还走什么呀？是吧？你说一下，你刚才说那个员工持股计划，对，就是大概什么意思呢？我怎么就是说这个，每个人都买2个。哎，于是你给我讲讲那个股票怎么买呀？很简单啊，就是公司给你发行价，就比外面便宜，你可以赚钱。比如说外面也许卖1块钱，你只需要1毛钱就能把这个股票买下来了。这么好，你爱持有持有，你不想持有的时候你可以卖掉啊，也许翻10倍，也许翻8倍，反正你大赚特赚。你也听听嘛。可乐，干嘛去啊？我身体有点不舒服，我想先回去了。不舒服啊？哎呦，怎么了这是？哪儿不舒服啊？我下午总打喷嚏，我就先回去休息了。哦，打喷嚏了？打喷嚏这事儿吧，就2个可能，要么有人想你了，要么有人骂你，你猜是哪个？我来跟你聊2句。我也就不跟你兜圈子了啊。这个，我跟陈老师有过节，我现在就想问问你，为什么要给陈朗当内线？他给你什么好处？段总，您这话什么意思啊？我这话意思还不明白吗？陈朗跟我一直是对头，然后我也一直在防着他，所以我很早就开始怀疑咱们公司啊有陈朗的内线。所以您的意思，我就是这个内线了？这让我怎么说呢？从当时的互动直播开始，到圆圆打榜，咱们公司只要有一点小事儿，就有人出来捣乱。后来圆圆走了，我让欧阳给我介绍几个流量主播，谈都谈好了，中间被人插一杠子，被别人牵走了。当时我想知道我找流量主播这事儿的人不多呀，
所以我觉得这个内线一定就在你们几个人当中。这不中间又出了这个菲菲长胡子的事儿，结果耽误了，一直没查。后来呢？后来就让我来告诉你吧。我呢，其实是受段总的嘱托暂代的瑞 CEO。段总跟我说了内线的事，所以我们俩就想，不如利用我和陈朗的关系，来个引蛇出洞。我跟你们每个人都单独谈了一次，跟你们聊瑞的新战略、新计划。这样呢，陈朗得到的是谁的消息，内线就一目了然了。现在我们要迎接的是可乐的时代。啊，不过跟波波罗合作是我跟陈朗谈判的砝码，这个千万不要说出去。佳云，如果你要是通过他把波波罗从我手里抢走了，那我是不是挺难受的？既然你们早就知道了，为什么现在才来找我？这个就要夸一下我们段总的高明了。其实这次吧，也算是让你帮了个忙。如果你没去鼓动大家一起离职，我就没办法跟上面申请这个员工持股计划。您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那我就更无话可说了。不过您说这些无非就是羞辱我，然后把我扫地出门，对吗？不，绝对不是羞辱你。我今天找你聊这些，我就是一个问题：你为什么要给陈朗到内线？这重要吗？这很重要。像我这样无依无靠的人，有的时候要是不抓住别人给我的机会，我就永远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主播。你怎么会觉得无依无靠呢？我们瑞其实是一个大家庭，你是我们瑞的一员。你在我们公司，你有任何事儿，你提出来，没有人不会帮你。还有，你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主播，你是可乐专业表演系毕业。你记不记得你当时第一次面试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？我谁都不像，我也不为任何代言，我就是我自己。我当时就是被你这个劲儿打动了，知道吗？你记得我说过的这些话，并不代表你了解我。我确实不了解你，很多事儿我也没有办法感同身受，因为我们不是一个人，我们是不同的个体。你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，但是它对每一个人都不公平。你想摆脱这种不公，那你就要更加的努力。但是可乐，努力不是背叛。事已至此，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可可，我跟段总商量过了，只要你愿意回来，我们可以重新给你机会。我现在去了陈朗，那我是功臣；那我要是留在公司呢，我就要接受良心的谴责。你那样你就真的没有回头路了。佳云，我已经决定了。那既然你都决定了，我们也就不多说什么了。既然你想走，那我们就放你走，我们也不追究你任何的责任。但是我希望你走之后，段然，我正式宣布啊，你成功的纳入了老弱病残的行列。我是大晚上跟你出来吃个饭，你就给我喝碗白粥啊？这碗大菜是。你不是把牙硌掉了吗？现在只能吃这个。你呀，抽空赶紧把牙给补回去，省得我还得陪你喝粥。你说我这儿还没老呢，你就开始嫌弃我，等我老了怎么办？
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东西别吃，太硬了，咬不动。哎，李姐。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去上班？每天早上8点半，都是这个点儿。我是说瑞。瑞呀。再说吧。你不会是不想回去了吧？我不回去不行吗？当初是你拉我入的伙，啊！现在瑞友刚刚失去了完美蓝，又马上赶上双11了，我每天都要到处跑去谈客户，公司就我一个人，你说我多辛苦啊！佳云和你配合的多好呀，抓到了内鬼，还从 QE 的手上拿到了员工持股计划，这就说明了其实佳云更能帮得上你。那不是一回事儿，瑞是从你手上救火的，你对瑞有感情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今天我在柜台一整天，我特别的开心。我帮客户去挑选他自己适合的衣服，看他们把好看的衣服穿到自己身上那种满足的笑容，我觉得自己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，好开心啊！我觉得我妈妈那个时候卖货应该也是这种心情，满足。我也想让你去做你觉得有意义、你觉得开心的事儿，但是现在公司需要你。我当时做播主的时候，做的普普通通，当 CEO 就更别说了，惹出那么多麻烦的事儿。其实我真的觉得瑞没有那么需要我。瑞对于我来说已经翻篇了。哇，段总，你看看，刚才那波优惠券发下去，我们粉丝量直接上涨3万，订单量直接上涨10%。双11我们成了这次，对吧？我早就说你得给人优惠，对吧？你让消费者占点便宜，没有优惠谁卖假东西？是不是？这次下去不用相亲了，不用面试了，以后都是小路。你来。哎，于是你看这个，快点过来。哎，于是，今天中午去隔壁酒店，全公司加餐都算我的。嗨起来！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这个钱啊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我说了啊，刚接了个邮件，是服装联盟他们发的，夸我了。他们说了，从今以后我们在网上卖的衣服要跟零售店是统一售价，再也不许搞那些打折措施了。如果我们不配合，他们就不配合怎么着？他们就结束和我们的全部合作。哟，不像话！就是，这都什么事儿啊？这家伙！你行了啊！他这么干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他把价格真统一了，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他能多赚多少钱？啊，有钱不得大家赚吗？我这双11我准备了这么久，他一盆冷水就给我泼灭了。我觉得也未必是心血来潮，也有可能是蓄谋已久。但是现在咱们得赶紧想想怎么应对这件事。我应对了，段总，我给他们打了电话了，这帮人态度特别强硬，根本不和我聊。我刚才和于是我们粗略地算了一下，如果按照他们现在规定的统一售价卖，那我们就是优势全无。我估计这次双11销量都没剩多少，而且这是个多米诺的效应，到时候咱们所说的员工持股计划根本就是一场空谈，那人心惶惶的，瑞真的就危险了。你去查查咱们仓库还剩多少没有品牌的衣服。我们双11我们就卖没品牌的衣服，他们有品牌的不卖了，不跟他们玩了。好，好吧。
什么时候了还玩手机？你那么多点子，你给我出招啊！你倒是。大总，我还真有一招。你快讲吧你。我觉得啊，这跟双方打仗一样，咱现在孤掌难鸣，对不对？咱们事先得排兵布阵，找人呢。咱们拉人搞一个联合战线。你们应该好好的学习一下实体联盟，哦，得有一个统一的组织。咱们结阵聚之，然后再徐徐图之。大家伙都能坐下来平心静气的协商问题、解决问题，并且制定一个行业的规则出来。当然，到你了。我这补个牙要放这么多东西吗？用得上。我这不严重吧？还行，磕掉牙齿碰到神经可能会有一点点痛。碰神经呢？你们欠点下手啊！我就怕看牙。段总，这么大人了还怕看牙？说大话把牙抻着了。陈总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哎，你这脸是怎么了？哎，被人揍了？你太没出息了！我这都是工伤。我这是因为爱情，直男癌。大夫，一会儿有什么尽管往我这儿招呼，我不怕疼。旁边那个就不一定了啊，人家贵公子，娇气。你有这个心理准备就行。不过你的牙齿有一颗断裂，可能真的会有点疼。这真的有点疼，有多疼啊？疼是多疼？你怎么那么多废话？你能不能看？不能看出去，别点烦人。大夫，我这牙拔不要了。行了，二位都别闲聊了，来，张大嘴，我们要开始治疗了。来，放松，张嘴，别怕，轻点。啊。不紧张啊！好，就这样子啊，哎，不动。这一周就好好歇着吧，啥也甭嘚瑟了。一会儿去哪儿啊？回瑞吗？不然呢？现在这情况都揭不开锅了，赶紧回去想想办法吧。谁家不是揭不开锅啊？你说这个服装联盟也真是啊，偏挑这个时候搞事情，嗨。人家又不傻，现在是什么情况？谁不知道双十一挣钱？人这叫打蛇打七寸，那一把就给你摁那儿了。什么打蛇打七寸？这是拉屎拉头上了。我今天要不是为了抢衣服，我也不用受热罪了。去死！哎，来，哎，段总，啊，联系好了吗？那帮人特别不靠谱，他们要么说我们不靠谱，要么就根本不想聊。不是，我不懂这帮人是什么脑子。现在是什么时候？你这时候你不赶紧拧成一股绳，一致对外，你怎么跟人打呀？我就是这么说的呀，可他们根本就不听啊。那怎么办？那我这一家公司也不能叫联盟啊！我这没有联盟，我拿什么跟人谈呀？闹一样。我现在连跟人谈的资格都没有。行了行了，回去再说吧啊。你是不是想做直播联盟啊？现在这个环境，咱们直播界不联手不团结，你根本没法跟人打。那不应该啊，这是好事啊。他们怎么连这个面子不把你小段子吗？谁还说不是好事呢？我那天我先找一会议室，我把大伙儿恭恭敬敬的请过来，啊，好吃好喝的供上。我在前面一顿讲啊，苦口婆心，我掏心掏肺呀，没有人听，没人理我。
我想跟你这么讲的啊，你是不是跟人说我大情怀、大抱负，人画了一大饼啊？你们这些高层精英就爱犯这种错误，对付这些人，你不能跟人说这些，你得跟人说实在的，就说钱。我这事儿都没办成，我跟他讲什么钱呀？哪儿来的钱？哎，你这个流氓头子，给我出一招呗。我是流氓头子，您是贵公子，我给您出不了招，除非你给我说对不起。说你个流氓，你还不乐意吗？你爱帮不帮，真就别来这套，没用。现在什么环境啊？唇亡齿寒，大不了大家一起折。他说唇亡齿寒啊，行，就看唇亡齿寒的面子，帮你这么。